今年我们市场部做了8000万的业绩，这是自鼎盛集团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好成绩。今天是我们的年会，来，我敬大家一杯，干杯！干杯！温经理，今年公司的优秀员工非你莫属了。优秀员工，我看另有人选吧。今年，在我们所有人的努力下，鼎盛集团的业绩再创新高。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一位员工，正因为有他的付出，才让我们有了今天的成绩。他就是我们的年度优秀员工杨天赐。温经理，你怎么知道今年的优秀员工？因为我能听到杨华的心声啊。温经理，你来公司也有10年了吧？你的业绩一直都是公司第一，该给你分公司股份的时候了。感谢郑董和杨董给我的这次机会，我才能做出这么好的成绩。我一定会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如果人人都有你这样的觉悟，那就好了。今天没什么工作，去休息吧。还想分股份？就算你在公司10年又怎样？这35岁又怀了孕的女人，想着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钱。怎么回事？杨董明明没有开口，我却能听到他的声音。不如把客户资源都给天赐，到时候整个公司都是我和天赐的。温经理，还有什么事情吗？杨董，我知道郑董出差这3个月把公司全都交给你来打理，但是你可别任人唯亲，欺上瞒下，到时候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你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哎，不是，你们公司真打算把温柔开除了吗？她可是你们公司销冠啊。她是销冠又怎么了？她怀孕这段时间，要不是我去维护客户关系，她那些项目一个都谈不下来。我告诉你们，她现在手里拿的分红都是我给她赚的钱。反正啊，她现在怀了孕也没那么大精力工作，还不如省点钱给我洗脚按摩去。温经理，这是怎么了？这小心动了胎气了。哎，温经理，是这样，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把刘总的订单给签下来了。我带了你快1年了，你终于可以自己独立签单了。刘总的这笔订单分红我全部都给你。哦，是这样，温经理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想说呢，我把刘总的订单签下来了，分红应该给我，还有你手里的所有客户资源，以及你这个市场部经理的职位也都该给我了。天赐啊，当初我是不是为了让你更快的适应公司环境，我把大部分的资源都给了你？你现在让我把所有的资源全部都对接给你，市场部的其他人怎么办？温经理，这是我老家来的表弟，家里老人病了，需要很大一笔钱。哎呀，温柔姐，你就帮帮我吧！你快起来，我手里那么多客户，我自己都忙不过来，自然也要分一些出去的。回头给你挑几个优质的客户啊，早点拿到项目分红，早点带父母看病。谢谢温柔姐，谢谢温柔姐。我手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忙，我先出去了。温柔姐慢走啊。怎么样？我就说他好骗吧。等我接手了他所有的资源，早晚把他开除。他们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承认，你当初是帮了我不少，但可是现在呢，你不也没那么大精力工作吗？你还不如趁早把资源交出来。温经理，天赐这可都是为你着想啊。要是老老实实把资源交出来，还可以考虑让你和市场部那帮废物多在公司待几天，否则让你们名声扫地，整个行业封杀。就算为了市场部其他人，我也不能和他们起冲突，一切等郑董回来再说。天赐，我可以把我手上所有的资源都给你，但是我可警告你了，我的这些资源，
他们维护起来可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你能维护的资源，我也能维护。这除非啊，你维护客户资源的手段是……你们以为只要把我手里所有的渠道关系都拿走，就能让这些合作商乖乖合作？既然你们认为维护客户这么简单，那就看能不能笑到最后。天赐已经把温柔所有的资源都拿过来，老周游现在在外回不来，现在正是开除温柔的好时候。温经理，我怎么好像听到杨董在说话？你听到的是他的心声。看来现在所有人都能听到杨董的心声了。公司的所有业务都是杨总带领大家做的，可以说没有杨总就没有你们今天的好日子。所以你们要感恩杨总带领你们做出的成绩，也要感恩集团给你们这个平台和机会。当然，这些业务也离不开我们市场部温经理的努力。温经理运气这么好，原来都是睡出来的。要不是杨董跟我们说了，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呢。对呀，还以为是他自己的本事呢，原来是在床上的本事。温经理要生了，快打120啊！杨董，你这是干什么？温经理要生了，生就生呗，但不能耽误我的年会吧？年会重要还是温经理的命重要？那也不能打120，晦气！知道自己要生了，还非要参加年会，还不如死在外面。现在好了，把地板都弄脏了，赔偿的钱就从他工资里扣。你们要送他去医院，就现在就去送。不过你们要是走了，可要算旷工。旷工的话，本月绩效作废，年终奖作废，而且公司开除你们是不需要赔偿的。你们可要想清楚，值不值得？不行，你们不能为了我把工作都丢了。你们辛辛苦苦1年，这马上到节骨眼上了。啊！都这个时候了，还想留下这帮废物，怪不得那么多人为你死心塌地。不过可惜吧，市场部这些人我都要开除，不然怎么把这些老油水的部门换成我自己人呢？平时都是温经理保护我，现在轮到我来保护他了。我不管你们其他人怎么想，我要送温经理去医院。破工作谁爱要谁要，我不稀罕，我只要温经理。反正早晚都要被开除，还不是现在跟温经理走呢？对。反了，一群废物还想跟我叫板，1分钱赔偿也别想拿到。等会儿，刘总的货出问题了，你知道吗？赶紧找温柔，只有她能解决这问题。赶紧找温柔，只有她能解决这问题。老公，你先别急，这单是天赐谈成的，就算遇到了问题，也应该天赐去解决吧。杨天赐他懂个屁，就是他自作主张换了供应商，现在供应商交不出货了，刘总找到我这儿来了，你还不知道这问题严重性吗？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咱们不能离开温柔，不能没有温柔。老公，温柔现在在医院里面生孩子呢，你就算是想找她也找不到她呀。不如就让天赐先去解决这件事情，说不定……我给你们1个小时，1个小时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和杨天赐都给我滚出集团，以后再也不许插手。表姐，犯不着跟这个老东西生气。等我们接管了市场部这块费用，拿下鼎盛是早晚的事。这老东西不在，也方便我们办事儿。那你还不赶紧去给刘总打电话，把事情解决，不然让他发现我们开除了温柔，他肯定要把我们赶出去。刘总，不是当初说好了低3成的价格晚3天交货吗？怎么现在就催了呀？你给我的公司根本就是空壳公司，现在我怀疑你挪用贷款，联合着空壳公司骗我的钱，我已经起诉了，等着法院见吧。刘总，哎，这不是刘总，这供货商是温柔找的，你不信我，你也得信他吧？那你现在就跟他打电话，只要他说没问题，我就放过你。
刘总啊，温柔呢现在正在医院生孩子，您再给我们3天时间，等温柔生完孩子，马上给您解决，怎么样？那我就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如果3天之后我还见不到这批产品，你们3倍赔偿我。谢谢刘总，您慢走。怎么样，事情解决了吗？也不知道温柔给他灌了什么迷魂，一听说温柔能解决，二话没说就同意。可是现在温柔在生孩子，我们怎么找他？没用的东西！当初不是你信誓旦旦说可以取代温柔的吗？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还不如去求求温柔，说不定事情还有转机。你说你呀，预产期了还去参加年会，再晚送了一点，孩子就保不住了。咱们的孩子就不能比你的工作重要吗？哥，你就别再说我了。温柔那贱人要是不肯帮忙，我和你今天就要付3倍的违约金了。不行，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让他解决了。哎，放心吧，姐，看我的。温柔姐，温柔姐，你可一定要救救我们！你可一定要救救我们！工作上的事，你们先聊。温柔姐，这刘总的货呀，供不上。哎，这整个海市，除了您，没人能调动那么多的货了。是你们信誓旦旦的说可以维护好客户资源，是你们执意要赶我走，现在来找我，是不是有点晚了？温经理，你心里一直都对我有怨气，我知道。但是市场部其他员工的离职可都是自愿的，就算老郑知道了这件事儿，也怪不到我头上啊。好，我答应你们把刘总的事情处理完，但是你们不可以再为难市场部的任何一个人。行。姚华，你是不是背着我把温柔给开了？我有没有告诉你，鼎盛离不开温柔？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老公，你听我跟你解释，我也是受害者啊！是他故意换了刘总那笔订单的供应商，还挑唆市场部员工集体离职，趁你不在的时候欺负我们啊！温柔，他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是故意搞砸刘总的单子，故意带着市场部集体辞职？杨董，你真的是好一手倒打一耙的本事啊！你以为我没有证据吗？年会那天的录像我已经弄到手了。破工作谁爱要谁要，我不稀罕。还好我早就买通了大堂经理，给你的视频不过是剪辑后的内容。哼，这下看你怎么告状。郑董，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温经理，事到如今，你还想怎么污蔑我？明明是你带领市场部闹年会，集体离职在先，还串通经销商欺骗刘总，陷害我和天赐。现在还想无中生有一些证据，离间我们夫妻感情。温经理，你好狠毒的心啊！女人会撒娇，霸总魂会飘。温柔，你和我斗，注定要输。温柔啊，咱们也算是师徒一场了。你居然是这么一只白眼狼，不仅怂恿公司的同事在公司最需要的时候跳槽，还破坏公司的业务。你出院以后就自己去把离职手续办了吧。所以在郑董的眼里，我10年的业绩都不足以证明我的忠心。你这种人就算忠心的话，那我请条狗也能来上班吗？好，既然如此，从此我跟鼎盛桥归桥，路归路，再无瓜葛。等一下，今天你必须把刘总这笔订单处理好，否则我明天在行业内封杀你们市场部所有人。破工作谁爱要谁要，我不稀罕。这早晚都要被开我只除了要温经理，还不是现在跟温经理走呢？温柔，你想好了没有？好，刘总的事情我替你们把它处理完，但是从此以后，我跟鼎盛集团再无瓜葛。现在，请你们出去，不要影响我休息。哼。
天恒是鼎盛最大的对手，去找钟天恒了。恭喜你喜得麟儿。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更何况这次我找您还是有事儿相求。温经理，听说你从鼎盛离职，我们天恒集团市场部经理一职呢，还为你空着。温经理，考虑考虑，我有的是耐心。我跟鼎盛集团还有一笔订单没有完成，这也是我找到您的原因。据我所知，现在这批货只有天恒集团有。如果温经理，只要你答应来我们天恒集团，你就是天恒集团的市场部经理。你要用什么资源呢？尽管用。钟董，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在鼎盛跟着我的那批老员工，他们工作能力非常强，但是他们在鼎盛一直没有很好的发展机会。我不知道天恒能不能给他们提供这个发展机会。你培养出来的人才，我信得过。这样吧，下周一他们和你一起入职吧。谢谢钟董。好。温经理，这次与鼎盛的合作就都靠你了。张总，其实我……温经理，温经理，鼎盛今年的业绩竟涨了20%，是不是没想到啊？没了你，没了你们市场部，鼎盛的业绩还能再创新高。不像某些女强人，离了公司可就什么都不是了。哎，这刚生完孩子就忙着去陪客户啊，可还真是敬业呢。哎呀，我忘了，温经理现在没有工作了，那这可就不是在陪客户了，该不会是在这儿勾引男人吧？这叫什么来着？哦，在咱们老家呀，这个呢就叫勾三搭四，不守妇道，说白了就是下贱。你，哎呀，杨董，您没事吧？您可能有所不知啊，在我们老家，这个乱嚼舌根子的人啊，必须得泼酒，这个叫做除邪祟，除小人。温柔，你杨天子，你给我滚出来！你给我滚出来！刘总，上次的产品延期了3天，我可是看在温经理的面子上，不给你追究。这次订单你又给我延期。刘总，您的订单一直都是鼎盛最大的项目，我们一定放到第一优先解决。相信我们，这货呀，很快就送到了。很快很快，你每次都说很快。温经理，你可是市场部经理，这个项目出了问题，你得负起责任啊。刘总，我现在已经不是鼎盛集团的市场部经理了，您要找的人是这位。你离职了？温经理离职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啊？我只和温经理合作。从今天开始，我们刘氏集团和你们鼎盛的合作立刻停止。你说什么，刘总？难道温柔离职了，你就要跟鼎盛取消合作吗？如果看在温经理的面子上，我可能还考虑再给你们1天时间，让你们去准备。可是温经理既然已经离职了，我可不想再给你们什么机会了。现在立刻停止合作。温经理，你好大的本事啊，能让刘总宁愿毁约也要解约，这该不会是给我一个下马威吧？我告诉你，鼎盛集团没了你照样能赚，你只不过是一个又老又生过小孩的女人，出了鼎盛，我看哪家公司敢要。我可没有任何本事让他们跟你们解约。他们之所以选择相信我，是因为我的能力，而非鼎盛集团的这块招牌。
刘总，您的那批货我会想办法帮您解决，但是您知道我的规矩，想加急要加钱。好，魏经理，我们出去详谈。好，刘总啊，刘顾呀，你看看你们干的叫什么事儿？12家企业提出解约，好家伙，你们去一趟商会，好悬没把我鼎盛给干黄了。你说你们这脑袋长得是用来显高的吗？都怪温柔那个贱人，要不是他从中挑唆，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要解约。你们出去吧，赶紧把下个月青海集团的竞标策划书搞出来。这个项目绝对不能再有失，再出问题，咱们鼎盛的窟窿就填不上了，知道吗？出去吧。哎，我怎么可能搞出这种级别的策划书？你做不出来，不还有一个人能做得出来吗？你说温柔？上次刘总的事情，多亏了有您的相助，要不然刘总肯定不会放过我们。是，要不是你这个贱人故意挑拨，刘总根本就不会为难我们。杨董，你有什么事儿直说，我时间很宝贵。温柔姐，是这样，我们下个月呢想参加青海商会的招标，我呢这不是经验不足嘛，特地来找您学习学习。您不是带过我1年吗？算是师徒，你不能不顾师徒情谊啊。第一，我已经被2位逼着离职了，所以鼎盛集团即使是面临倒闭，跟我也没有关系。第二，我已经入职了天恒集团，现在依旧是市场部经理的位置。下次青海集团的竞标会，我们是竞争对手，所以我不会干出任何损害我们公司利益的事情。温柔姐，没让你损害公司利益，我就是想跟您学习学习。你跟着郑董一样可以学习啊，而且他比我更厉害。看起来上次商会之后，有12家合作商都要解约，老郑都气得住院了。温经理，看在老郑的面子上，我求求你，再帮帮我们吧。只要让天赐跟着他，就有机会拖到策划书，到时候拿下青海集团的竞标，还不是手到擒来？原来打的是这样的主意，看来12家公司解约依然没有让他们吸取到教训。看在郑董的面子上，我再帮帮你俩吧，但是我绝对不会损害任何有关我们公司的利益。我希望你俩也不要有这种想法。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你们偷盗、抄袭我的策划书，那我会让法律制裁你。哎，温柔姐，那我们就先回去吧，明天我去找您。既然你们本性不改，就让我给你们好好上课。老罗，你过来一下。你等我一会儿吧，我去就回。好，你先去忙。我就不信拿走你的策划书，你明天还能正常参加招标。你干什么？我突然想起来，我家里还有点事儿。杨天赐，我也不是什么心慈手软的人。既然你既是偷盗我的策划书，又是植入木马病毒毁坏我的电脑，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我很期待你们自食恶果的那一天。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当然，温柔根本就没防备我。我不仅拿了他的文件，我还在他电脑里植入了病毒。呀，这不是天恒集团的钟董吗？您也来参加青海集团的竞标会啊？杨董，我是专门来感谢你，感谢你把温经理让给了我，这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天恒如虎添翼，我有信心，我一定会拿下这次竞标会的。钟董怕是看走了眼，错把母鸡当凤凰。我们天赐可是真正的人才，这次竞标会，我们鼎盛势在必得。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一次的竞标会。竞标开始，下面有请鼎盛集团杨华杨董事长和市场部经理杨天赐上台讲解策划书。还要讲什么策划书？直接把项目给鼎盛不就好了吗？装模作样。这是什么情况？他刚才说什么了？你听到的应该是他的心声。不过现在这种情况看来，能听到的应该不止咱俩吧？哎呀，看来有好戏看了。好，谢谢大家。以上就是我们鼎盛集团全部的内容。不愧是温柔做的策划案，简直是无懈可击啊！他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呀？除了冲天恒，其他都是一群废物，谁会发现我们抄袭标识的事情？在介绍天恒集团的策划书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我们的主办方：如果青海集团的招标会上出现抄袭的策划书，你们会怎么处置？青海集团一直认为诚信是任何公司的立足之本，没有诚信的公司，青海集团永远不会合作。如果在此次竞标会中存在抄袭这种严重违禁行为，青海集团将通告业内，并永不再合作。温柔这个贱人又在这里装神弄鬼，我不信他能拿出抄袭的证据。温经理是想举报哪份策划案存在抄袭行为吗？我要举报鼎盛集团的市场部经理杨天赐涉嫌抄袭、偷盗、损害天恒集团的机密文件。你血口喷人，你有证据吗？一定要先发制人，不能让他拿出证据。温经理，你怎么能这么污蔑你的前东家呢？这份策划书明明是你在鼎盛期间工作之内做出的内容，就算你现在离职了，我们也可以有权使用啊。没错，这份文件本来就是你在公司原有的文件，我们只是在内容上稍稍做了修改而已。温经理，诚信才是最重要的。你现在欺骗了大家，难道你的良心就过得去吗？我当然有证据。我就不信拿走你的策划书，你明天还能正常参加招标。原来他们的策划书是偷来的，怪不得那么自信，原来是拿了温经理的策划。你怎么能对温经理开这种玩笑？这份策划案是温经理在工作期间内做出的，我们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维护我们自己的公司利益。哎呀，温经理，我确实不该开你这项目的玩笑，但是谁知道你在家里安监控了呀？你说说，大家同事一场，你这个人心机好重啊你！哼，只要一口咬死没有损害温柔利益，温柔就没办法处理这件事儿，到时候只能不了了之。要不是我听到了他的心声，我也相信了他的话。谁说不是呢？表面看着人模狗样的，背地里却这么多歪心思，也不知道温经理怎么处理这件事。是不是开玩笑？一会儿等警察来了，不就知道了？什么？你报警了？你好意思吗你？偷策划书、植入木马病毒到我电脑的人又不是我，我有什么好丢人的？温小姐，经检测，你的电脑确实植入过木马病毒，造成天恩集团
机密文件丢失。通过我们的技术手段和你的证据可以确认，嫌疑人就是王天赐。别去，你快告诉他们呀！天赐，这件事情你确实做错了，我们哪怕是亲戚，我也不能原谅你。你先进去好好老实交代，律师的事情我会替你想办法。杨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吧。事到如今，只有牺牲他才能保住鼎盛的名声。天赐，别怪表姐心狠，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在竞标会上出现这种恶意抄袭违规事件，青海集团将通告业内，并与其永不再合作。我没记错吧？是的，温女士，青海集团现在就在业内通告鼎盛集团抄袭策划书这一件事，并永不合作。请无关人士离开会场，竞标会还要继续。竞标会继续，下面有请天恒集团市场部经理温柔来讲解策划书。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天恒集团的项目策划方案。唉，果然温经理一出手就没有我们什么事儿了。我们还是不要去丢人现眼了。是啊，温经理的能力在业内是数一数二的，也不知道鼎盛怎么想的，把温经理挤兑走了。现在好了，钟天恒那个老狐狸得到了温经理的助力，更是什么项目都抢不过他了。谢谢大家。温经理，你的实力不减当年的啊！你在鼎盛啊，真是屈才了。钟董说笑了，鼎盛集团的郑董对我有知遇之恩，当年如果不是他带我入行，我不可能积累这么多的经验的。还好老郑啊，没你这样的心胸。他要是把股份分给你，那我就更不可能把你这尊大佛请到我这儿了。这次项目的合作方，我们选择天恒集团。你知不知道赶走温柔给我带来了多大的损失？现在所有的客户都提出要解约，就连咱们的投资人都提出要取消合作了。温柔一走，那么多人要解约，难不成他们都和温柔有一腿？说什么呢你啊！你竟然为了他打我，难不成你和他也有一腿？哼，怪不得当时温柔怀孕生产你那么上心，不会她怀的是你的孩子吧？再搁这乱嚼舌头，我就跟你离婚！当初看你乖巧懂事儿，才想着给你娶回家来当个花瓶。你要进公司，我也由着你进了。没想到进了公司，你就把我最核心的市场部全给赶走了。是他们自己要离职的。再说了，温柔上了年纪，又生了孩子，没什么能力，工资又高，我当然要赶走她了。温柔没能力？哎，你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咱们公司这10年来的业绩，有一半是温柔谈下来的。你以为客户那么好维护的吗？那现在能怎么办？事情已经成这样了，难不成让我去把他请回来吗？你现在问我怎么办了？那当初你信誓旦旦的说杨天赐能处理好所有的一切，现在呢？所有的客户都提出必须是温柔来处理这件事。温柔要是回不来，我不是吓唬你啊，咱们鼎盛光是赔违约金就要赔到破产。那市场部门人那么多，不一定非要温柔啊。市场部的人只听温柔的，我不管你们什么办法，3天之内我必须看到温柔回来。喂，哪位？温柔，你好大的本事啊！上次青海竞标会上闹了那么一出，现在鼎盛集团所有的经销商都要解约了。偷策划书的是杨天赐，封杀鼎盛的是青海集团，要解约的是供应商。这个时候你找我有什么用？我也不是鼎盛的员工了。经销商们只认你，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回来上班的机会。杨董，我已经在天恒入职了，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回鼎盛？因为老郑希望你回来，如果你愿意回来，我可以给你以前一样的待遇，试用期薪资8折，1个月转正。杨董，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进。温经理，我刚刚听到杨董给王哥打电话，好像叫他回来。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你不担心吗？要是杨董开出的价格更高，王哥会不会走啊？用人不疑，我跟王哥共事这么多年，他的人品我清楚。不过杨董既然这么想挖人，我们倒是可以将计就计，给他一个小惊喜。各位，好久不见，还以为他们跟着温柔离职，感情能有多好呢？现在还不是被高薪工作的幌子骗过来了？你们和温柔一起离职之后，很久都没找到工作了吧？大家都是普通人嘛，能有几个像温经理这样有手段又有资源的呢？当初你们集体离职，对鼎盛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不过我并不在意。只要你们现在肯回来，我可以把温柔手上的所有资源都分给你们。只要你们好好干，就一定可以超越温柔。杨董，多日不见，别来无恙啊！你还是那么的自信。谁让你进来的？我并没有邀请你回来工作。我刚刚看到前台没有人，我以为鼎盛集团已经人去楼空了。幸好杨董你还在。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鼎盛现在好得很，没有你温柔，没有你们市场部，鼎盛还有老郑，还有我，你休想看我们笑话。哦，既然鼎盛这么财大气粗，那就把欠我们市场部的钱今天全部结算清楚。是不可能，公司怎么会欠你们的钱？这些都是你们应该为公司做的。公司给了你们平台，你们就该为公司当牛马。没有人天生就是牛马，也没有人天生就该为你们资本家打工。你通过自己年轻的身体，想通过郑董来改变阶级，你就瞧不起我们这些兢兢业业的打工人了？可是你是不是忘了，你也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所以，你们一直在骗我。你们今天压根儿就没想回来工作。没错，我们今天来就是告诉你，我们已经跟着温经理入职天恒了。不仅薪资比鼎盛高，待遇也比鼎盛好。怎么会这样？他们怎么都能找到工作？不是的，不是的，他们一定是骗我的。这世界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努力的人。也许你觉得我们不够好，但我知道我们足够优秀，我们可以在任何公司找到工作。今天的事情，也希望你能吸取点教训。想要挖人，至少拿出点态度。哦，对了，杨董，记得把欠我们市场部的钱全部结算清楚，否则3天之内你将收到法院的传票。温柔，你为什么一定要和我作对？既然你不肯退步，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钟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哎呀，温经理啊，听说你最近去了一次鼎盛啊，说来也惭愧，是去讨债的。可是外边在传说你拿着天恒的钱在替鼎盛做事儿。钟董，您找我应该不是这个事儿吧？哎呀，你倒是不怕我啊？因为相信钟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温经理这么懂我，不如猜猜我在想什么呀？钟董，您在想鼎盛的小动作太多了，不如这样，
我帮您去收购鼎盛。真是没想到啊！我呀，只是想打压鼎盛，让他们知难而退。是没想到你想的比我还狠呢啊！对敌人心慈手软呢，就是对自己下狠手。况且我相信我有收购鼎盛的能力。既然你想好了，那么就去做吧。但是在收购的过程中呢，你难免和郑静这个老狐狸见面。他选择相信杨华的一面之词，对市场部的那几个人毫不留情的打压。我跟他之间的情谊就已经断了，商场如战场，我不会对他心软。好，既然如此，你就大胆去做啊！需要调动什么资源，尽管去，不用向我打申请。我呢还要去钓鱼呢。郑董、杨董，你们赶我离开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再见是我去收购鼎盛呢？杨董，我们想采访您一下。鼎盛集团最近在业内的风评越来越差，您对此有什么头绪吗？我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告诉大家真相，这一切都是我们集团曾经市场部门经理温柔导致的。在他离职之后，他帮着新公司争抢我们公司的业务，还故意联系以前的经销商，让其与鼎盛集团解约。鼎盛集团10年来的累积，不是温经理一朝一夕就可以撼动的吧？温经理和那些经销商关系匪浅，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可能有些温经理不好言传身教的技巧吧。那方便问一下，温经理离职的原因吗？自然是觉得公司福利不好，想要另谋高就吧。那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我听说公司其他职员也一起离职了，这么大的人事变动，公司内部是否真的存在问题？公司市场部门的人都是温经理的亲信，他们和温柔一起离职，带走了公司的所有业务。鼎盛集团的分红一直是高于业内平均水平，只是他们过于贪心，还想要公司的股份，所以我才无奈劝退了他们。杨董，您还是没改掉喜欢背后议论人的坏毛病吗？温经理，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来？来跟杨董谈一谈收购计划。收购？收购什么？代表天恒，收购鼎盛。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鼎盛就算再落魄，也不至于被收购。更何况是你，温柔，你故意来捣乱的是不是？我已经通知过郑董了，这会儿他应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杨华，你今天必须给温柔道歉，否则我们离婚！滚！跪下！凭什么让我跪？你简直是愚蠢至极！到现在了，你还没看清温柔对于鼎盛的意义吗？没有他，鼎盛哪来那么多的合作商？你在说什么？大家看中鼎盛，不就是看中鼎盛的平台吗？难道真的是看中了温柔本人？我早就警告过你了，我的资源不是那么容易维护的。鼎盛能够提供给客户的，其他平台一样能够提供。经销商们之所以选择相信我，是因为我既有能力又有责任心，而这些都是你没有的。不是这样的。温经理，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说你年纪大，我不该歧视孕妇。温经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杨华，我们都是女人，你应该更理解我的困难才是啊。温柔，咱们俩都这么多年交情了，这次收购，你看咱们能不能再商量商量？温柔，当初你刚进公司的时候，是我带着你，咱们也算是师徒一场。没想到你竟然是这么一个白眼狼，不仅怂恿其他人跳槽，还破坏公司的业务。你出院以后，就自己去把离职手续办了吧。所以，在郑董的眼里，我10年的业绩都不足以证明我的忠心。
温柔，你这种人要算忠心的话，那我请条狗也可以来上班。好，既然如此，从此我跟鼎盛桥归桥，路归路，再无瓜葛。那天在产房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你们说过了，从此以后我们再无瓜葛。收购鼎盛，天恒势在必得。这件事情就算不是我做，也会有其他人。郑董，认清现实。郑静、杨华，没有人会一直为你们的愚蠢买单。从此以后，我们再见面只是陌生人。哎呦，完了，全完了。从今以后，温柔就是炙手可热的销冠，而鼎盛就变成了识人不清、被人收购的笑话。老子一辈子的心血啊，全被你这个贱人给毁了。有了，我有办法。老公，我想到办法了。我们可以找华夏商会那位出山。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只要找到那位，让他出手，就能很快把鼎盛的市值拉高。天恒肯定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收购，我们就有了喘息的机会。不过，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咱们怎么找他呀？辉神，这次竞标是鼎盛胜出了，华夏商会的鼎梁柱该不会输不起吧？好，希望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是合作关系。华夏集团鼎梁柱，难道是童宇辉？温柔怎么会认识他？我有办法，我们可以假借温柔的名义约童宇辉出来合作呀。那要是被发现了，那不是就出？那就不要让他发现，这是能救鼎盛的唯一机会了。你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做。辉神大驾光临，我们鼎盛蓬荜生辉呀！辉神，这份请，坐下坐。咱先喝点水。郑总，你有什么事，快点说吧。想必辉神已经听说了天恒要收购鼎盛的事情。鼎盛是老郑一生的心血，我们也不甘心就这样拱手让人啊。所以我们想与您合作，将鼎盛的市值提高，只要超过天恒的预算，就可以让他们放弃收购。原本我没时间理会你们这种小事，但是我很欣赏温柔，既然是和他合作，我自然会全力以赴。时候不早了，我先走了，后续计划就让温柔和我对接了。辉神，我送你，我送你。温柔啊，温柔。想不到你人都走了，还有这么大的用处。只要我冒充你的身份和童宇辉达成合作，就不愁鼎盛没有出。咱们走着瞧，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踩在脚下。奇怪，他的文件不都在这儿吗？怎么找不到了？看什么看？一帮废物！这个月业绩300万，谈不到业绩就都给我滚蛋！还坐着干什么？啊？坐着钱就能进来了？真不知道温柔怎么教你们的，一天天的，一个个酒囊饭袋。杨总，我老家有点事情，我要回老家一趟，这是我的辞职信。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想法，知道鼎盛要被收购了，树倒猢狲散。不过我告诉你，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难道你以为离了鼎盛，你就能找到好的工作？可是我去恒氏，温总还给我月薪3000呢。温柔，温柔，怎么又是温柔？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快滚！
温柔，早晚有一天会拿回属于我的东西。太好了，有了这份市场提升策划案，我就能骗童宇辉和我一起合作了。鼎盛一定可以超过天赐，到时候我让你们所有人都回来跪下来求我。这是温柔做的，这水平像他3年前的废案。辉神，你还不知道吧？温柔啊，今年回去生孩子了，心思都在家里，哪还能对工作认真啊？你让他过来，我亲自跟他说。她请假了。哼，见不到温柔，合作免谈。辉神，你先别走，我现在就去把温柔找回来。看在温柔的面子上，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鼎盛不仅是我和老郑的心血，也是温柔的心血呀。你也不愿意看到温柔这么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吧？我的时间宝贵，来不及等他了。稍后我会让助理把修改后的内容交给你，你务必要交给温柔。装什么？辉神，你怎么是你？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杨董，你是不是这儿不太好使啊？你来干什么？我来是通知你，天恒集团非常重视这一次的收购，7天后会有一个收购会，公开收购鼎盛。这儿是你和郑董的邀请函。哟，这种事情还麻烦温经理亲自来送一趟，找2个鼎盛的老员工送过来不就行了吗？杨董，你这是在怪我挖走鼎盛的人？良禽择木而栖，鼎盛的待遇大不如从前，他们自然想走，我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去处而已。杨董，你要是这么惜才，不如你把他们邀请回来啊！一帮没用的废物，我要他们干什么？杨董，与其说别人是废物，你不如好好反思反思你自己。鼎盛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你功不可没。你见不到温柔，合作免谈。温经理，你先别走。温经理，上次你说的收购案的事情，我还有点不太懂，你能不能坐下来和我一起再看看呢？那好吧。刚才是我的情绪不好，温经理不要见怪才是啊。来，您请。这还真是不巧了，上次您刚走，温经理就来了。本来想跟您再聊聊，但是害怕打扰您接下来的工作，他这才没追上去。温柔那天也来了啊？是啊，这是温经理亲自修改的策划案啊。您看，温经理带我修改了一整个下午呢。这里再改改。好，既然他很忙，没有时间来工作，不如我们去看看他吧。辉神，我们这样贸然前去，会不会不太好啊？万一温经理不在家呢？你说的对，那我们还是打电话稳妥一点。哦，辉神，我来打吧。啊，温经理，辉神说上次没见着你，真是太可惜了，所以想登门拜访。啊，对，好，那我们一会儿就过去。辉神，我们去拜访温经理，空着手不太好吧？要不我们去买点礼物呢？还是你想的周全，一起走吧。温经理在家忙着照顾孩子，我们真的要去打扰他吗？我只是来看望朋友，并不是来聊工作的，怎么会打扰呢？
辉神，你怎么在这儿？温经理可是大忙人呢，我去了鼎会那么多次，一次也没见到你。辉神，你可能有所不知，其实我……稍微等一下。杨董，你怎么也在这儿？你跟辉神一起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不好意思啊，温经理，本来想和你坐下来好好叙叙旧，这又有一个临时会议。我们辉神可是大忙人啊，华夏商会的顶梁柱。你就知道打趣我，这是我给孩子准备的礼物，你先替他收着。不行，太贵重了。虽然你从我手中抢走了很多生意，但是我很敬佩你，敬佩你的能力和胆识，也很期待下一次的合作。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就先收着吧。那我就先替孩子谢谢你。我先去开会，下次见。杨董，你还有什么事儿吗？伸手不打笑脸人，温经理，看在礼物和辉神的面子上，是不是让我进去喝杯水再走啊？老婆，孩子刚睡醒，你要不要来看看？这是鼎盛集团的杨董杨华，他就是那个闹着要把你开除，然后又跪下来跟你道歉那个杨董啊。这看着也不像好人啊，要不要我帮你把他赶出去？对不起啊，杨董，我家宝宝见不得脏东西。温经理，你爱人真会开玩笑。这是我给孩子的手镯，还希望你们收下。温经理，这些年你在鼎盛做出的业绩，我们都看在眼里。老郑老了，我又不懂事儿，以前的事情你别见怪。这是我给孩子买的手镯，你就收下吧，就当是我给你赔不是了。那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下次再来看望你们。你说他到底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啊，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他送来的东西千万不要给孩子接触。这个是辉神送来的金锁，你拿去逗孩子玩吧。好，嘿，好不好看？嘿。忘了跟辉神说邀请函的事儿了，要不给他打个电话？老婆，你快来看呀，宝宝过敏了。喂，温柔，你有事找我？老婆，你快来看啊，孩子好像过敏了。快打120！哦，快走！孩子和妈妈一样有花粉过敏症，这次幸亏送来的及时，没有任何生命危险。以后一定要注意了，避免接触过敏源。好，以后一定注意。您给我过来取药吧。好。温经理，孩子没事儿吧？温经理，你这是干什么？你对一个孩子下狠手，杨华，你还是个人吗？温柔，我之前是对不起你，但是我已经改过自新了，我怎么可能会害你的孩子？我的孩子就是因为接触了你送的礼物才过敏住的院。杨华，你跟我共事这么多年，你早就知道我对花粉过敏，
除了你，还有谁会想出这种方式来害我和我的孩子？难道就不能是一个意外吗？这是什么？我送给你的礼物，你根本就没有拆过，现在要诬陷陷害我，我不认。不是你，还能是谁？不会的，不可能，不可能是灰神。现在商战手段这么肮脏，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陷害你呢？不可能，灰神他不是这样的人。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温经理。为了孩子的安全，你还是和灰神断了联系吧。灰神，温柔现在要在这里照顾孩子，你有什么话就先对我说吧。这是怎么了？温柔啊，没照顾好孩子，让孩子花粉过敏了，非说是你给的金葫芦出了问题。我替你说话，你看还被他给打了。温柔怎么能这么对你？我们两个好心好意去看他，他居然把鸡撒在我们身上。不行，我要跟他说清楚。灰神，你先冷静一下。温柔现在因为孩子的事情乱发脾气，我担心他会耽误了合作的事情。要不这样，以后合作的事情您就跟我对接吧。也好，让他也静静吧。总算是没有后顾之忧了。温柔啊温柔，你就等着我绝地反击，让你收购失败吧。杨华，我原以为你真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想要改过自新，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手段。如果是别人，早就已经着了你的道，但既然是我就一定不会让你得逞。我估计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是我在金锁上撒了花粉，导致他孩子过敏。这童宇辉怎么会把金锁给你呢？因为他蠢呗。反正现在孩子也生病了，童宇辉和温柔也闹掰了，这合作的事情啊，就是板上钉钉了。你就坐等着鼎盛起死回生吧。哎呀，那万一童宇辉知道温柔早就已经从咱们公司离职了，那可怎么办？收购会之前绝对不能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只要到了收购会，让他把鼎盛的市值拉高，天恒无法收购就是了。至于以后的事情嘛，以后就再说嘛。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保下鼎盛。是他？可是什么可是？你再可是就自己想办法。要不是你当初非要……你这个事情还要再说多少次？现在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们必须一条心。啊，辉神，哎，您说策划还要改哪里？啊，好，我会转达给温柔的。辉神，你猜杨董他会不会联系我？所以我被他骗了，一直以来和我合作的人是他，不是你。是啊，所以杨董的电话根本就不会打过来。温经理，你还是好好在家带孩子吧。至于收购会嘛，我劝你还是别来了，省得你看到鼎盛起死回生，要哭着回来求我入职呢。你什么时候从鼎盛离职的？是鼎盛开除的我，在我生完孩子的当天。鼎盛80%的业绩都是你创造的，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你？因为鼎盛只有我一个人能创造业绩，他们便慌了心神，
他们担心有一天我会带着鼎盛的一切离开，带走鼎盛所有的资源，或者拿着鼎盛的资源去威胁他们，要求他们给我升职加薪。他们既想利用我，又忌惮。不过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已经入职了天恒。天恒，钟董他很信任我。天恒集团内部结构复杂，钟天恒他本人话语权也不高，如果得不到董事会的信任，你还是会面临失业危机。所以鼎盛这一次的收购案就是我的翻身仗。辉神，以你的能力，鼎盛不是没有可能翻身，所以我想请你能不能够……我这就终止合作。等一下，你不仅要继续合作，你还要把鼎盛的市值拉到10个亿。你是想让他登高跌重？欲想使其亡，必先让其狂。辉神，合作愉快。温经理，你不在家好好带孩子，跑来这里选礼服干什么？杨董，我是温柔，我的身份不仅是孩子的妈妈，我的生活也不只是围着孩子转，我还有我的事业。是啊，温经理可是女强人，从鼎盛离开没多久，就攀上了天恒的高枝。更想不到的是，怎么把天恒的董事长骗得团团转，让他收购鼎盛。杨董，你今天看起来心情挺不错的嘛，一点儿都不像那天跪着求我的样子了。给我等着，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跪下求我。去，把你们店里最贵的礼服给我拿出来。这位女士身上穿的就是我们本店最贵的礼服，价值15万。我可以推荐给你其他一些款式。我不要其他的款式，我要的就是最贵的这条，你听不懂吗？你为难一个店员做什么？去刷卡，这条裙子我要。杨董，看来你连15万的裙子都买得起，这鼎盛的家底挺厚的嘛。但是这收购会过后呀，你的日子估计就没有这么好过了。不如现在就学着怎么省吃俭用。温柔，你给我等着！鬼，给我找几个人，收购会当天不要温柔出现。温柔，别怪我心狠手辣，这是你逼我的。在我们团队的操作下，鼎盛的股价正在上升中。明天收购会时，至少可以估值10个亿。10个亿，不愧是辉神啊！辉神一出手，股价抖3抖啊！辉神，今晚上可否赏个脸，一起吃个饭呢？吃饭就免了，我这个人一向不喜欢半路开香槟，不吉利。失陪了，我去趟洗手间。哦，辉。地址我已经给你们发过去了，尾款当然是明天之后才能结。我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骗我钱啊？不合作我就去找别人合作。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亡命之徒。辉神，你怎么来了？他是不是听到了刚才的计划？我准备走了，庆功宴还是留在明天之后吧。杨董，虽然最赚钱的法则不写在刑法里，但是我还是希望我的每个合伙人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果然听到，你说对吗？那只好……辉神，庆功宴您可以不用去，但我和老郑商量过了，事成之后给你的报酬翻倍。但辉神还是不要把我们合作的事情说出去。如果鼎盛被收购了，那我和老郑可就没什么牵挂了。光脚不怕穿鞋的，到时候我们会做出什么事情，可都不好说。走啊！今天的收购会上，温柔一定会来。咱们欺骗辉总的事儿，就是要报复，可是怎么办呢？这样怕什么？我们已经做到这一步了。昨天我还许诺给他的报酬翻倍，
今天就算是事情败了，他为了钱也会帮着我们的。更何况，你怎么知道温柔今天一定会来呢？收购鼎盛是他到天恒的第一个项目，他不来，这项目怎么进行啊？不是他不想来，而是如果他来不了呢？合作愉快。辉神真是明白人。你不用送我，我自己会小心的啊。你好，你好。等着吧，等今天之后，鼎盛又会是他们高攀不起的存在。没有了温柔的鼎盛，终究还是不如从前啊。诸位，今天是天恒集团收购鼎盛的日子，我们曾经是对手，但是从今天的结果看，我们天恒集团笑到了最后。不知道郑董有什么感想啊？钟董，你想收购鼎盛，是不是要问问我们的意见啊？现在鼎盛已经今非昔比了，如果你想收购鼎盛，10个亿。没错，在我的运作下，鼎盛现在市值10个亿。如果天恒集团要收购鼎盛，还要拿出所有的现金流。你们确定要这么做吗？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最多2个亿就能吃下鼎盛吗？钟董，你手下的人这么办事，我们怎么相信他？放心吧，温柔他是不会出现的。我应该没有迟到吧？看来今天某些人的期待要落空了。看来今天某些人的期待要落空了。你怎么在这儿？我明明什么？明明假借我的名义去联系童宇辉，想让他帮你把鼎盛的市值拉高，好让天恒放弃收购。为了扰乱我的工作，故意陷害我的孩子，让一个不到1个月的婴儿花粉过敏，住院抢救。怎么会有人这么恶毒啊？连孩子都不放过？是啊，都是祸不及家人，为了自己利益做出这种事，真是人面兽心的畜生。还好我们和鼎盛没有任何合作，不然这也太晦气了。不是这样的，你怎么知道这些？我不仅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你为了不让我来参加收购会，故意安排人在我家附近。幸好我及时知道，要不然我根本不可能及时赶到这儿。你连这都知道？是你告诉他的。你那天全听到了，对不对？我警告过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既然你不听，我只好自己遵纪守法喽。杨华，害人之心不可有啊！你3番5次的来陷害我，还来害我的孩子，你是不是真当我脾气好啊？不会报复？杨华，你的好日子到头了。你的好日子到头了。是你告诉了他，你不讲信用，你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卑鄙无耻！我从一开始就说和温柔合作，我从没说过要和鼎盛和杨华合作。是你从一开始偷走了温柔的策划案，装作温柔和我合作，现在反而要倒打一耙。我就说过，这2个人都是18个活活换的人精，咱们肯定骗不过他。算了，鼎盛卖2个亿我认了，就当咱们提前养老。 2个亿吗？郑董，现在的鼎盛恐怕没有2个亿。你什么意思？你连2个亿都不愿意出？你愿意出多少钱买下鼎盛？1个亿？这不可能，这是对半砍啊！是1000万。老公，你骗人的，1000万，不可能的。原本应该是1个亿，但我可是操盘手，做空鼎盛不过1个小时的事情。没错，在你找人绑架我的时候，鼎盛的股价正在往下跌，现在已经只值1000万。温柔，我真的没看错，你是我最得力的干将，是吗？刚才我怎么听到有人说要开除温柔啊？
要开除温柔啊！怎么可能？温人要是能用1000万把这单谈下来，简直就是我们天恒最大的福星。你们懂什么？温柔35岁，已经来公司10年了，公司需要新鲜的血液，我把她赶出去也是应该的。年纪大怎么了？温经理，你正是拼搏的好时候。当时正是公司的上升期，她还怀孕了，到时候一定要请产假，所以我必须把她的工作移交给别人。说的也是，我们公司的部门主管都是主动交接工作的。交接工作当然没有问题，我也说过，公司的客户一定要认真对待。你为了一己私利，把所有的资源都对接给自家的亲戚，好让公司变成你的一言堂。不是的，不是这样的，都是你的错。而我发现了你们的龌龊行为，你就一心想要赶我走。今天你不是想要大家给你主持公道吗？好，那我们就看看这个公道到底在哪儿。是鼎盛不对，温经理，我们支持你。对，我们支持你。这是我错了吗？温经理，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鼎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再帮帮我吧。温经理，你千万不要回去啊！就是啊，这女人心狠手辣的，你原谅她，她还是会欺负你的。温柔啊，鼎盛马上要被收购了，你也回不去了。我不会回到鼎盛，我也不会回到天恒。我需要一个完全信任我的公司。天恒的董事们似乎不太信任我。我就是一时口快，没有不信任你啊，温经理。温经理，既然你选择从天恒离开，不如引荐你去华夏商会，以你的能力进入商会完全没问题。温经理，看看我们的汪汪集团吧。温经理，看看我们可是100年老品牌啊！大家冷静一下，听我说，我不打算入职任何一家公司。我的事业曾经辉煌过，也黑暗过。现在我觉得我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的家庭，留给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温柔，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了吗？当初是我让你入职天恒，现在出了这种事儿，我也有责任。如果你执意要离开，我也会支持你的。我有一个建议，不如你自己开一家公司。你自己开公司，招揽一些像你一样优秀的女性员工，你们可以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家庭和事业，我相信你能找到一个平衡点。你说的对，我应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帮助更多像我一样陷入职场困境的女人。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啊，让社会这个大舞台绽放出属于我们女性的独特光彩。就是啊，我们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温经理，你要看公司，我们加入你。好，我们一起做大做强，再创辉煌。下次再见就不是温经理了，该叫你温董了吧？辉神，你就知道打趣我。温经理曾经答应过我的合作，不知道温董能不能帮他实现？你的公司我有资格入股吗？至于入股数额嘛，看温董需要多少喽。温柔啊，既然你要开公司了，我也入一股，我把鼎盛送给你，你看怎么样？温经理，我也来入一股。我们也要加入，我也来，我也要入股，我也要入股。好，我们一个一个来。怎么才只有20万？还有这老东西多有钱？算了，先拿着再走吧。你在想什么呢？笑那么开心。感觉人生真的很奇妙。上一次坐在这里的人还是杨董，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你只需要想我们以后会怎么样就好了。下午还有什么安排？今天下午还有一个跨国会议，与新能源材料公司对接，会议资料已经准备完毕。也就是说，我们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休息。走，我们去干一件大事儿。大家都看过来，温柔姐有话要说。为了庆祝李丹丹谈成的第1笔订单，今天我请大家吃小蛋糕。温柔姐，你怎么不告诉丹丹，这单是你帮她谈下来的？这笔订单是谁谈下来的，那么重要吗？重要的是他在这次经历里有所成长，有所收获。我希望啊，以后在他们的脸上只看到笑容，看不到惆怅、迷茫和失落。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互帮互助，不计较得失，并肩同行，一起走向更好的未来和更高的天空。